气吹得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你叫什么？程潇，货运部的。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天出跑道。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顾部长，我想问您2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应该。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没事儿，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哎，等一下！顾部长，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哎，哎，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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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人呐？您车坏了，需要帮忙吗？就是检查一下，谢谢。没坏就好，没坏就好。那个，现在台风天嘛，不太好打到车，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啊？您开个价。你是陆航的，小问题，没事。太好了，我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了。你先上车吧，我帮你装行李。啊，不用不用，箱子不重的，我可以，谢谢谢谢。走吧。
8182还在回程的途中，我已经协调好了南京的后勤保障工作，那里有我的基地，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可以作为备降机场。天气嘛，不受台风影响。你再和南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协调2个停机位出来。好，潞州的8158和8826呢，也在江苏境内，务必保障他们也可以备降。顾部长，836拐从沈阳经停潞州飞往汕头，已经上完客人2个小时了。那机长一直催着公司让取消航班，要不我们抓紧取消吧？不行，可是我们机场都关了呀。有更好的方案。尽快替836拐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潞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签到明天最早的航班。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8834航班今天可能回不来了。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可以。刚从国外出差回来，哦，对，美国，你呢？瑞士，我亲手飞的。你是陆航的飞行员？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厉害呀！据我所知，陆航现在还没有女机长呢。你知道的挺多呀，飞友吗？啊，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你是同事，机务部的倪战。倪总啊，久闻大名啊！初次见面，陆航货运部承销。你好。好巧啊！陈机长讲的一切是去什么地方呀？中原路的乌鸦。台风来了还去跑吧？我们经常飞长航线，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不然我这什么腰椎、颈椎就报废了。瞬间心情雷暴转晴啊，太舒服了！谢谢你啊。谢谢倪总，快进去吧。再见。来。来一杯自由古巴。好的，今天也是可乐加冰。你不要揭穿我，就让我假装喝点酒嗨一下嘛。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每次看你深更半夜一人出没，还从不喝酒。神秘职业。谢谢。无酒精版自由古巴。神秘姐姐，你订的蛋糕下午送到的。30岁之前，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飞满400万公里，走遍60个国家，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遇到一个……算了，人不能太贪心。祝自己生日快乐！潇潇啊，你妈我已经安抚好了，放心吧。生日快乐，照顾好自己。
时5米，按照公司手册的规定，已经是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主跑道。哎，老蔡，哎，你先别睡嘛，我跟你探讨一个技术问题。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别呀、你不跟我聊，我今儿睡不着觉了，我就。哎，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好啊，我不都夸你了吗？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我在左后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啊，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没谁。那你快睡吧，早点休息啊，打扰啦，拜拜。我回来了。哎呀，天哪里！哇，咦！程机长飞行辛苦啦，生日快乐！一个高科技泡脚桶送给你，促进血液循环，保障睡眠，美容养颜。我是不是很贴心啊？快夸我！谢谢你的礼物，嘿嘿，这可是职场养生绝配呀！Polly，这几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呀？嗯，过来过来过来！起飞啦！起飞啦！起什么飞呀？你想累死我呀？我回来了。欢迎回家。除尘仪启动，灯光正在打开，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哟。
给我定6小时后的闹钟。好的，我会在今天早上7点08分提醒你。晚安，睡个好觉哦。谢了啊！瘦了。哎，又是忙碌的一天。顾部长好。走。你头发怎么回事？我忘记理了。马上去理发。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我回来再去理。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1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1周，回去做检查。是。我现在就去理发。等等，飞哪儿啊？飞重庆。去吧。机管部，我是棍南亭。潞州8461的张明仪容不符合飞行要求，我已经解除了他今天的航班任务，尽快通知备份人员就位。徽章呢？刚才也吓死我了，我以为我也要被停飞了呢。顾部长在工作上一直都这样。听说前几天有个小飞因为刚落地就把安全肩带松开，被他停飞了1个月。他对自己更狠，没听说吗？他不管每天飞多久，回家都要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8公里？不好意思，我想纠正一下，我并没有每天回家都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不好意思啊，南亭哥，我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我们好久没排在一起飞了，你最近还好吗？谢谢顾部长。好帅啊！他结婚了吗？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哦，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南亭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花心力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我赞同南亭的看法。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行的货运部。为什么？未婚未育啊。江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这不关起门来说嘛。你再说了，女飞的能力，那确实差点意思。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只跟个人有关。那利用率呢？女飞的利用率低，这总是共识吧？根据全行的数据统计，其他公司招的女飞，不管是在飞行时长、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江部长，我记得好像你们飞行部应该有5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去年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江部长探讨一下了，
无论男飞女飞，都是飞行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那这件事情还是按原计划来，计划不变，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们要严格把关，好吧？好。程姐，哎，你好，小姐，小姐，凡哥。哎，小姐，又来看飞机来了。是啊，我来看看我的小七。这周整修完啊，这架737就要移交给那边了。这么快啊？小七，哎呀，小七。我们第一次一起是去了阿拉斯加，接着是里约、阿姆斯特丹。我们一起运过化工原料、豪华游艇。虽然你老了，操作手感也没有以前好，性能也弱爆了，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可以，辛苦了，其他没问题。那我先走了。嗯。陈潇。自信、放松、专业、程潇 ，Go Go Go！ 顾部长，那天的操作事后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我也想过，你的确没有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出来了，怎么样？都问什么了？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哎呀，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谁？我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
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数一数二，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那是，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下面2位，程潇、宋宋。加油，加油！咱们等着看看啊。各位领导好。各位领导好。坐吧。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程潇是吧？不用那么严肃，咱们只是随意聊聊。坐吧。顾部长，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你来问吧。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因为自由。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啦，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奖评。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XD884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1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林一成，顾部长，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的确是漏报了1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还感冒了。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是。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林一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好。
下不为例啊。好。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一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好的，顾部长。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100%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吗？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一个看看。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样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1副驾驶的位置。有这个信心吗？今天是考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主驾驶不是我，我被换下来了。换成谁了？顾部长亲自带飞，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能出什么岔子呀？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的。龚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快走了，小姐。走。潞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翼5起飞，V1速度135。航路全程好天气。等一下，把你的手势摘下来。我戴着手势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你自己没口袋啊？潞州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30稳定。调定起飞推力。起飞推力调定，80海里。检查。排前轮。正上升。收轮。CMD VR 加到15以上。请预约。
绿灯。景1零。景1零，灯灭。增压正常。起飞后检查单。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襟翼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今天天气真好。鸟群。左发失效。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什么？你潘，潞州8513，左发失效，申请应急返场。收到，潘，潞州8513，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口落。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潞州8513。接通自动驾驶。闻到味道了吗？啊？什么味道啊？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你吃烧烤啊！右侧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断开了，2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观察员把机长拖出来，你坐左驾驶位置。啊？执行。准备重启，右发。重启失败。潞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机头放低点。潞州8513，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现在距离我动4栋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草地？你确定吗？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机长广播。我马上。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撞准备。锦衣1。锦衣1，绿灯。锦衣5。锦衣5，绿灯。锦衣15。锦衣15，绿灯。放轮吗？不放轮。锦衣30。现在准备迫降，放轮。500英尺，做好防冲撞准备。注意地形，拉起来。
3倍优势。50英尺，防冲撞开始。 40. Hold up. 30. 20. 10. 客舱机组各就各位。车里检查单。车里检查单。好了，就到这儿吧。宋宋，我们创造了奇迹。奖评室集合。 谢谢啊。不客气。文林哥辛苦了，喝口水。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 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程序不是死的，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 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 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100%确定。 你必须从头训练。你好，好。哎呀，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你别生气了，小姐。 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飞是有些顾虑，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飞，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有什么看法呀？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 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没想到他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你看，我早就说嘛，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
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机型的改装训练。去澳洲啊？要在澳洲那儿待2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请进。江部长。让顾部长跟你说吧。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你还要考我一轮？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员。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好。啊，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你忙。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哟，这谁呀？回来了。这等多久啊？再过30分钟不出现就走。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30分钟，也值了。你来这儿干嘛？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波音总部有收获？收获大了，还下了787的总长车型。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在五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这次我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会机库整理一下资料，明天发你邮箱。你得空了打球啊！嗨，下周要去澳洲2个月。哎呀，在哪儿约一下啊？太难了。再约。再约。
南丁哥，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马屁拍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听不到。我这不是提前演练练吗？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改装训练。明天？明天？这么快啊？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谢谢部长。南丁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7点，在这里准时集合，发车去机场学习787的绕机检查。希望各位都能够认真对待。Good night. Oh, it's great to see you. I missed you. Hi, Kyan. You know, I've been back here twice. I haven't seen you. I guess it's my lucky day, huh? You ready to compete again? I'm here to work. You? Yes, me too. Me too. 你看，南丁哥的关系就是光。你8成是考不过了。为什么？眼盲2倍。 Still as strong as ever, huh? Same to you. All right. Oh, I'll see you around. See you. 这回可是挑事儿了。别看。无论曾经你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换了技术，一切就要从头开始。任何懒散怠慢的心态，必须迅速调整到位。作为教员，我会对你们的训练成果负责。我希望各位在未来都能成为最成熟、最让人信任、最有担当的飞行员。今天，我们先学习787的绕机检查。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 SPF 50的，赶紧涂上。不用，我过来，你抹。等上送送。你们干什么呢？报告教员，我们在抹防晒霜。飞行员队伍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
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执行。宋宋，作为教员，你有何感想啊？是有点不太合适。程潇，你呢？拖拖拉拉，嘻嘻哈哈，一盘散沙。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基平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零下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宋宋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还撑得住吗？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连累你了。说啥呢？其实，南亭哥说的也有点道理。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该上课上课，回去私下狠狠骂咱们。这才是最优解。像灭霸这种人，机械刻板，一看就是受了填鸭式教育的毒。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你这太远了，都没听全。回头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功课不能落下。站这。你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累死了！以为当了飞行员是飞着飞哪玩，没想到这么累。是啊，无语了都，还不都怪那个大魔王？哎，大魔王来了！顾教好。
知道顾部长中了什么邪，这么往死里操练咱们。这哪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奥运会。小姐，你好点了吗？来，你疯了吗？这要是让南天哥看到，你就歇菜了。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昨天少辉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街，被训惨了。啊？咋了？对。哎，我听说他这个人啊，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行了行了，都忍忍吧，赶紧收起来。 You see, thes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又是他们俩。哎，坐，坐下，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啊？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我们这么多人呢，可不大，可不是。对啊。哎呀，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谢谢肖姐。 小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哎呀，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啊，前几天的体能测试，3公里跑了13分钟，旋踢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其他人呢？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瓶。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还有1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人。干什么？你们继续。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顾教练说的有道理。这么大声怎么说话？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不用还我了，反正以后也不能戴。把被子叠好。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豆腐块儿，有必要吗？这不是你们货机，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你看清楚，我只做一遍。我。你干什么？删了。删了。我不想重复啊。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删了。
顾教员，你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啊！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只有将严谨2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顾教员，我准备就寝，请问现在可以打开被子吗？批准。